昏过神，曲折拍扁叫我跌入尘，拘我魂，条条规训叫我忍了吞，笑我的虔诚，迈不出家门，要不正要我忍，浑身的走完这一生。可是我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，他说别低头，低头便入牢笼。你是海浪，也是长风，怎可以上锁了？那心不服，管不住，是我眼中的刀锋。这世界容不下，那就刺破它吧。我的苦守，我的疼痛，终将转身。田通道在五卅惨案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，他组织罢市，还带头捐款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挽回了一些人心的。而夏老板这边，5月之前捐赠的那50万盒的防疫伞，还有文氏大药房追加的补脑丹，也是让很多的工会成员对夏老板刮目相看。那下周的选举到底谁会胜出？目前很难说。哎。送了那么多药，又花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却换来个很难说。送药之前，我们的支持率是2成，现在我想也到了5成。哎，红年，这个田通道为人刻薄，做事又斤斤计较。那为什么他在工会上还有近5成的支持率呢？有这么多些人支持他，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呢。是田家的世交，还有一些人是田家的族人，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忌惮田大少的势力。势力？田家在上海跟政界的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，从最早的陈其美到后来的王国栋、卢永祥、齐燮元，他们家都能左右逢源。哦，那这么说，下周的选举。咱们赢定了。是的，哎呀，这会儿啊，人都没来齐呢。等一会儿人到齐之后，这边全部都会坐满，啊，就显得人更多了。人到齐了，肯定还要多。肯定。就是不知道，您最近这个小儿科特灵卖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几位老兄久违了，回头咱们找机会喝几杯去啊！哎呀，贾老板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田老板，今后发财全靠您了，仰仗您了，仰仗您。回头见。来，老板，下园的人现在在大门口，见人就发一份报纸。玩什么花样啊？看今天的报纸。我夏某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当选，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把上海的国药业发扬光大，好吧？好。行，那你们继续聊。慢走啊！好。李先生，看见没有？汉卿的原话可是这么写的：但凡有人触犯军法，骚扰百姓，必以军法处置。是。所以我想，夏元呐。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敢公开贿选！田大少这话说的，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。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，你耍的是什么花样吗？你是说我在用报纸贿选？一份报纸，4个铜板。如果这个都能贿选的话，那工会成员也太容易被收买了吧？是，这报纸啊，确实是4个铜板1份儿，但是这报纸里边究竟加了什么，
那可就谁都不知道了。哎。 哦呦，哎，夏元呐，你真以为你找几个记者写2篇吹捧的文章，大家就会把票投给你吗？我只不过是尽本分而已。至于如何投票，我相信大家自有见地。早知道你那么惨。 我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来对付你。唉，夏元，夏元，田同道。 李启忠、夏元、夏元，下面公布计票结果：夏元127票，田同道63票，李启忠7票。 陈崇平14票，根据以上结果，夏元当选本届上海国药工会主席。恭喜恭喜啊！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，我夏某将继续仰仗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把上海国药业发扬光大。好。 这都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回事？就凭着几个记者一篇吹捧文章，就把票投给他了？这不可能，一定有猫腻的。老板，这是夏元手下发的报纸，你看一下。去年，正是。 夏元怎么会和东北军搭上关系呢？你别忘了，夏元是在北方起的家，他跟关东帮的关系十分的密切，所以他要想跟东北军搭上关系的话，那是轻而易举的。那一张照片，为什么就能拉来选票呢？哎，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。夏元利用他跟少帅的那张合影。 暗示他跟上海现在最有势力的人关系十分好，而那些工会成员呢，当初为什么选田大少，也是因为田家跟政界的关系十分的密切，所以这次改投了夏元，同理。夏元确实厉害，我这次也学到了，做生意啊，不光要靠脑子、靠实力，还要学会借势。 夏元这次就是借了东北军进上海的这个事，我也学到了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夏初啊？哎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。什么情况啊？你们俩这样还算谈恋爱吗？当然算。哎呀，少华。 他不会在骗你吧？怎么可能？男人
没什么不可能的。我跟他虽然不常见面，但我觉得我跟他的心是相通的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变哪样了？变蠢了。对，蠢，而且还幸福着。好吧。你怎么说了这么多？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唯一的就是我很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少华啊，天亮前的时间都属于我们。少华，我爱你！别喊了，别人都休息了。少华，我爱你！别喊了，我爱你！少华，我爱你！这个白不可的，那不想想。为什么会带我到这儿来？3年前，你就应该在这里。我们本该一起从这里出发的，去法兰西。我订了3张船票，但最后上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。好在兜兜转转，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这里。Dreaming of home, dear old home.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, of when I went this way to find. I'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. 如果轩轩还活着，那该有多好！轩轩一直都在，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开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我们相见。或许是一阵风，一个梦，又或许是一缕花香，一束晨曦。轩轩，轩轩。今晚的月色可真美。少华，我想，少华，嫁给我吧。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3年，这3年里，我们经历了太多，
但就算生离死别都没能将我们分开，那就别再犹豫，别再耽误了。少华，嫁给我。夏初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就是3年前，我为什么会突然失约？这就是为什么我3年前会突然失约。对不起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竟然没有陪在你身边。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只是我当初不敢面对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既然坐在这里，跟你提起曾经我根本就不敢碰触的往事，就证明我不仅能面对，我还放下了。少华，你不仅让我爱你，也让我敬佩。我也挺佩服自己的，但我也谢谢你和文之秋，是文之秋让我摆脱了内心的耻辱感，而你让我找回了我认为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。你再也不会失去了。哎，卖报卖报！吴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系，全方全场进军，一举夺得松江、上海。来，夏初，跟娘干一个。这个奉军那么不经大，大哥在那些军阀身上押宝，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事情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我在谁身上押宝就是对的呢？谁代表人民，就押谁。小叔，你这几个月都不回来，在忙些什么呢？他呀，忙的一定是大事。我今天回来是有件大事要跟娘还有大哥汇报。嗯，什么事啊？我要结婚了。哎呀，可是你在法国交往的那位同学，不是周建儒，他早就回欧洲继续攻读学位了。我和他去年就分手了。那你看上的是哪家小姐呀？快说。你们应该都认识，是韶华。就是跟你大哥现在做生意的那个。是。是之前土匪陈家的那个。是。你怎么能认识他呢？9年前就认识了，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他，只是阴差阳错，一直错过。不是说文之秋对楚小姐有意思吗？是吗？从没听韶华提起过，应该不是什么大事。你要相中的是他，娘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他的历史啊？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，你们不知道的我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？她的过去，只能让我更加的怜她、敬她、爱她。马上跟她断了。娘，我这辈子就认准她了。你要认准她，就别认我这个娘。
娘，不管我娶了谁，都改变不了您是我娘，我是您儿子的这个事实。同样，不管您说什么，也改变不了我要和韶华结婚的心意。娘，你是要气死娘啊你！娘从小舍不得打你，今天我就非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娘，我打死你！娘，打死你！是我的问题，你气死我了！是我当哥的不好，没教育好他。您打我，您慢慢打，您别伤着手。别伤了身子呀，娘。娘，这个老二，您是清楚的，认准的事儿，10头牛都打不回来。您让我好好劝劝他啊！您先别动气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不能娶那个女人啊！娘，哎，咱去歇歇。我不同意，不能娶她，不能娶她。这臭脾气啊，真是随了娘了。大哥，又连累你挨打了。上次替你挨打，得是20多年前了吧？今天又找回感觉了。小楚，跟这楚韶华是来真的？当然。为什么非得是他呀？为什么不能是他？以你的才华，以咱们家的实力，你就全上海，你就是全中国，不也随便挑吗？可韶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那娘呢？咱们也只有一个娘啊。如果一定要在娘和韶华之间选一个的话，我选韶华，因为母子间的血缘是割不断的。但是我和韶华如果断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那娘怎么办啊？她那么大岁数了，你如果这么任性的话，真把她气出个3长2短的，大哥，帮我好好劝劝娘吧。大哥，我可以帮你。小楚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帮哥呀？啊？等中国统一，时局太平，我一定回来帮你。时局太平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。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。你是说这天下要大变？我先走了，学校那边还有点事情。小楚，我和韶华的事情就拜托大哥了。那楚小姐虽然能干，但毕竟结过婚，生过孩子，还在土匪窝里面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，现在又跟文之秋一天到晚同进同出的，你说这夏初怎么会喜欢他呢？小叔从小就特立独行，他喜欢楚韶华这样的，他不奇怪。可是娘放话了，绝不可能，还让我告诉你啊，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。拆散，一个是我亲弟，一个是我合作伙伴，
哪个是我能控制得了的？那你就什么都不管了？我倒是觉得呀，如果夏初跟楚朝华在一起，并不一定是件坏事。最终，如果他们结婚，对我的生意是利大于弊。你居然还支持他俩？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文之秋，如果因为这个终止和我的合作的话，我的损失可就大了。我得想个法子安抚一下他。那娘那边呢？娘那边，你想想办法，先让他消消气儿。喂，你好，文氏大药房。楚小姐，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是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呢，我早就听说过了。老夫人，我对您也是久仰。那就直说吧。你过去的遭遇呢，我很同情；你现在的才干呢，我也很欣赏。你跟夏元一起做生意，我是10000个的赞成。可是你跟夏初结婚这件事，我是拼了老命都会反对的。但您的反对，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吧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不会找我来了。你先别嘴硬。虽说现在是民国，讲究自由恋爱、自由婚姻，可我是夏初的亲娘，我的话他现在不听，他将来一定会听的。但以我对夏初的了解，他这个人，一旦做下决定，就没有人能够改变。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楚小姐。你想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，你何必要执着呢？你倒不如尽快放手。哎，趁着你年华正好，找一个跟你般配的男人，这不是更好吗？我觉得我和夏初挺般配的。哎呀，楚小姐，你这是睁着眼说梦话吧？那老夫人，您说说，您觉得我和夏初哪里不般配？好啊，那咱就从家世门第开始说吧。我们夏家，无论是过去的守元药庄，还是现在的菊景堂，那在国药界都是响当当的。你们楚家呢？100年前在齐州可能还算得上，现在已经败落的没个样子了，这是不是事实啊？是事实。那我们再说说人。我们家夏初，早期在日本留学商科，后来又转到法国念书。不说学富五车吧，学贯中西倒是称得上。你呢？无论是现在的洋学堂，还是过去的私塾，你一天都没念过吧？倒是没有。还有你，你是结过婚的人，你又有过孩子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啊！我们家夏初呢，家世清白，无可挑剔。楚小姐，我们不是有意要提你的伤心事。我明白。这做人得讲道理嘛。你说你现在，你跟夏初般配吗？你配得上他吗？娘，老夫人，我娘家是败落了，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文氏大药房的总经理，就连您的儿子夏元见到我，那也要敬我3分。我是没有读过书，但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我自认为以我的见识和学识，
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书的命运。是，我是个寡妇，也有过孩子，但您和我不是一样的，您也是个寡妇，也生过孩子。您用这些来贬低我，其实贬低的是您自己。你就是配不上我们家夏初。如果按照您的逻辑，不管是门第家世，还是身世学历，我都配不上夏初。但如果一段婚姻只用这些衡量的话，老夫人，恕我直言，你也配不上夏老太爷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您本是穷人家的女儿，为了有口饭吃，进梆子戏班学唱戏。后来戏班解散了，您为了维持生计，您才委身夏老太爷做了小妾。再后来，大房因病过世，您这才扶了正。如果按照您的说法，那您和夏家那也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您的身世也是配不上夏家的门第。娘，哎呀，他都是胡说八道的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是，我刚才说的呢，都是胡说八道的。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，老夫人，您为夏家生了夏元、夏初这么2个优秀的儿子，在夏老太爷过世、家道中落之际，你又凭一己之力挑起了夏家的家业，也更为之后夏元重振家业奠定了基础。夏家能有今天，正是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立了大功呀。是，我娘也是个奇女子。但就算是您为夏家做了这么多，直到现在，夏家的一些族人依然因为您的出身对您有各种非议。您都是出身论的受害者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套强加在我和夏初的身上？我就是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，我才不希望我的儿媳以后也被人指指点点的。我这大半生啊，坎坷10多，也都是靠着自己熬着、挺着，扛到了今天。你要问我怕什么？那我真的没什么怕。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，那我也不怕，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命运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。好，今天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是吧？我只是铁了心了，想和夏初痛痛快快的爱一场。不可能！咱们走着瞧。少华，你很棒，我支持你。娘，接下来这2年，国内的局势会更动荡，咱们一定得早做打算。夏元，娘，您这是？我看这件事啊，你必须亲自出马了。啊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娘，您先坐，您先别生气。怎么回事？娘去见了楚小姐，结果被楚小姐说的哑口无言。哎，我来。娘，您先喝茶。夏元，你跟着楚小姐不是有生意上来往吗？是。你在生意上难为难为她，让她知难而退。娘，这个不是合适吧？生意归生意，
感情归感情，什么感情啊？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祸害夏初啊！娘，我倒是这么觉着的，这说不定这个楚小姐，她就是夏初的福星啊！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您听我说，您看当初，这夏初为了她那个什么所谓的事业，家也不要了，命都不要了，咱们说什么都不听。可现在有楚小姐这么个人，让她牵挂着，哎，她肯定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玩命了，说不定就是个好事啊！你也被他蛊惑了。哎呦，娘，我真的是就事论事，而且的确，最近我生意上要跟楚小姐有很多的合作，还需要她的帮助。如果现在跟她闹翻了，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？是啊，娘。好，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听我的话了，这是。哎，娘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医院。娘，您等等我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考虑一下。那你这次就细心一点，不要再搞错了。楚小姐，有人找你。哎，你弄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对一下。好的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，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。没事。对不起，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那就好。其实，你娘吧，之前还挺认可我的，她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，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。但是现在，我也理解她。可能我对她来说，是她最恨的人吧。那是因为，他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，却不知道，作为儿媳妇的你，有多优秀。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那我总也得做点什么吧？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，专心和我恋爱。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？行，哎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陈辉，陈辉，来，姐，哎，陈辉，这是夏初。经常听你姐提起你，你好啊。你们要结婚了？对，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，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。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，照常生活，照常生存。夏先生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请问，您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家里是经商的，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。您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？每月160大洋。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。是。陈辉，你干嘛呀？你在上海置业了吗？暂时没有。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？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，偶尔去我大哥家住。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，打算住哪儿呢？学校为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，他也可以住我那儿。你身体如何？可有遗传病、传染病？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。你以前结过婚吗？没有啊。有孩子吗？也没有。你确定？绝对确定。你都问完了？啊，没有了。那吃饭吧。姐，哎，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，你就买一个，让我解解馋嘛。
行，我去买。姓夏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就你这条件，根本配不上我姐。既然让我姐认了你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对我姐好。你别看我年纪小，我10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。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，我跟你玩命！陈慧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，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，那就是对她的爱。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，才能走到今天，所以我很珍惜她，也很看重她的家人，我一定会对她好，让她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，没有痛苦和悲伤。李姐回来了，赶快坐下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再聊你们俩的姐弟情。吃吧。谢谢姐。哦，对了，姐，这个给你。公民95，国文96，体育99，算术92，数学100，英文62，品行80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英文总是没有进步。把你的试卷给我看看。陈辉，没关系啊，慢慢来。那么多单词，怎么背都背不完。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，就跟汉字有偏旁和部首一样，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。比如这个 progress， 就是由 pro 和 gress 2部分组成。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，gress 的意思就是步，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。还真是啊。